娘亲一辈子都在教我如何做妾争宠，结果三拜高堂时，我才发觉自己嫁的是正妻。那我苦练了15年的装可怜，下绊子给谁看？直到在朝堂受气的夫君回来，冷冷盯着我。云峥，把你的那些手段全都交给我。我娘是个不受宠的妾，及笄那天，她亲手把我送上花轿。云峥，去吧，拿出你所有的本事，去成为那个最得宠的妾，要让所有人再不敢小瞧我们半分。花轿很颠，摇摇晃晃，像浮在水上的一叶孤舟，但我始终端坐着，脊背挺得笔直如松。因为姨娘在我耳边念叨了15年，大家闺秀做媒做相，行无风姿，日后是上不得台面的，只会被人当成轻浮的玩意儿。她还说，真正的媚骨是淬炼在骨子里的，是融入血液中的，绝不是轻佻的露在皮相上的。哪怕蒙着厚重的红盖头，也要让你的夫君在尚未见你容颜时，便能从你沉静的气度、优雅的坐姿中感受到你的与众不同。我想，我做到了。当那根玉如意缓缓挑开我眼前的红盖头时，我精确地控制着每一寸肌肉，我眼波如春水般流转，怯生生地抬起长睫。在与他对视的那一瞬间，我又仿佛受惊的小鹿，迅速垂下羽睫，背齿紧张地轻咬着饱满的红唇，一双素手则在袖中紧张地绞着衣角，指节都微微泛白。这一套行云流水、天衣无缝的动作，是我对着菱花镜练习了不下数千遍的。姨娘笃定地说，这世间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抵挡住这样揉碎了唇与玉的风情。然而，我本以为需要穷尽一生去讨好的男人，当朝最年轻有为的礼部侍郎裴衍，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那一眼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件物品是否完好无损。他像是完成一项朝廷指派的任务一般，沉默地转身去桌边倒了2杯和槐酒。我的心头猛地一紧，仿佛一根绷紧的琴弦被骤然拨动。姨娘的教材里可从未提及过这种情况，按照剧本，她此刻理应为我的美貌失魂落魄，然后迫不及待地上前来，用滚烫的手掌握住我冰凉的指尖，对我许下那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我早已准备好嗤之以鼻的鬼话。我压下心头的慌乱，起身接过酒杯，在他转身递酒的瞬间，我的指尖如羽毛般若有若无地擦过他的手背，那温热的触感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痒意，是我精心计算过的距离和力道，是个人都该心神为之一荡。裴衍却像是被炭火烫到一般，迅速抽回了手，酒水都险些洒出。沈氏，我们开门见山。他抿了一口酒，声音和他的人一样轻了，毫无温度。你我之间并无半分感情可言，这桩婚事不过是陛下金口玉言的赐婚，你我各取所需罢了。我需要一位家世清白、品行端方的正妻来打理后院，堵住那些整日盯着我后宅不放的御史们的嘴，而你沈家也需要我裴家的权势作为依仗。因此，婚后你我分院而居，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像是有口大钟在我头顶被狠狠敲响。正妻，我不是妾吗？我明明是为了当一个艳压群芳的宠妾而生的，结果临门一脚，我竟然转正了。那我日夜苦练的那些投其所好、曲意逢迎、献媚取宠、争奇斗艳、暗中较劲、装弱薄怜、梨花带雨、含沙射影、借刀杀人，这些压箱底的绝活都用给谁啊？后院里连个竞争上岗的姐妹都没有，偌大的裴府清清静静，我跟谁争，跟谁斗？跟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还是跟空气吗？我彻底愣在原地，一时间忘了哭，忘了做表情，忘了下一步该有的所有教科书式的反应。15年的专业训练在这一刻轰然崩塌。裴衍见我呆若木鸡的模样，似乎对这种效果十分满意。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随手拿起桌上一份还没批阅完的卷宗，头也不回地朝书房走去。时辰不早了，夫人早些歇息。他淡漠地丢下一句，高挑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厚重的门外。喜婆和丫鬟们早已识趣地退下，偌大奢华的婚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着满桌精致却冰冷的佳肴和一对兀自摇曳、泪痕斑斑的龙凤红烛。我缓缓走到镜前，看着镜中自己那张精心描画的脸，皎月妆花兼红，美得惊心动魄，也美得毫无用处。这份美丽还没来得及绽放，就提前凋谢了。我深吸一口气，拿起筷子，狠狠夹了一大块肥而不腻的东坡肉塞进嘴里。去他的争宠，去他的媚上，老娘为了保持身段饿了小半个月，先填饱肚子再说。翌日清晨，我顶着2个硕大且浮肿的黑眼圈去给公婆敬茶，这当然是故意的。我昨夜用沾了盐水的帕子敷了半宿，才营造出这般凄惨的效果。姨娘的教材第2章第3节明确写着：新婚燕尔，若夫君冷落，切不可大吵大闹，此为下策，当以退为进，无声胜有声，扮演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一对肿得像熟透了的核桃的眼睛，胜过千言万语的控诉。果不其然，婆母，当朝的长公主殿下，一见到我这副模样，立刻心疼地拉住我的手，保养得宜的脸上满是关切。哎呦，
我的儿，这是怎么了？可是眼儿那混账小子欺负你了。我立刻低下头，死死攥着手帕，肩膀配合着微微抽动，不说话，只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破碎的呜咽。这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在座所有人都听见，又显得我委屈至极，隐忍不发，生怕给夫家添麻烦的懂事模样。我爹是吏部尚书，婆母是金枝玉叶的长公主，公公更是桃李满天下的当朝太傅。裴衍作为他们唯一的宝贝儿子，就算心里再怎么不待见我，这面子上的功夫也得做足了。他果然沉着一张俊脸走了过来，周身都散发着低气压。母亲，您别听他。我听谁？婆母一记凌厉的眼刀甩过去，长公主的气势尽显。我不听她，难道听你这个睁眼瞎吗？你看看，你把人家一个好好的姑娘委屈成了什么样子？新婚之夜，你居然睡在书房，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们裴家的脸还要不要了？裴衍的脸更黑了，黑得能滴出墨来。我用眼角余光轻巧地瞥了他一眼，心底冷笑不止。小样儿，跟我斗！姨娘教我的东西可不只是在床上用的，后宅的方寸之地皆是我的战场。接下来的一顿早饭，我充分发挥了一个受尽委屈但善良隐忍的小媳妇的自我修养。婆母每骂裴衍一句，我就在旁边呜呜呜的应景架哭，时不时还用帕子擦拭一下根本不存在的眼泪，摆出一副都是我的错，求求你们别怪他的圣母模样，将以退为进4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一顿气氛紧张的早饭下来，裴衍被训得狗血淋头，差点连早膳都没吃上，而我则收获了公婆满满的同情、怜爱，以及一堆光看盒子就知价值不菲的珠宝首饰作为补偿。离开正厅的时候，裴衍与我并肩而行，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冷得像腊月的冰：沈云正，你最好适可而止。我缓缓抬起头，用我那双精心炮制又红又肿的眼睛无辜地看着他，声音又软又糯，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颤抖：夫君，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惹你生气了？他看着我这副渲然欲泣、楚楚可怜的模样，一口气瞬间堵在胸口，不上不下，憋得那张俊美的脸都泛起了红色。最后他只能狠狠一甩袖子，像是身后有恶鬼追赶一般，大步流星地走了。看着他气急败坏却又无处发作的背影，我心里别提多爽了。让你瞧不起我，让你睡书房，老娘就算当正妻，也必须是最有手段、最不好惹的正妻。我心情大好地回到自己的院子，正准备让丫鬟清点公婆赏赐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收进库房，就见裴衍的贴身小厮白柱像火烧了眉毛似的，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少夫人，不好了，出大事了！少爷在宫里被太子殿下给打了。我手里正把玩着的一只温润的玉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什么玩意儿？他一个身高8尺的大男人，在外面还能挨打，而且还是在朝堂之上。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姨娘教材第5章第7节，夫君失意受挫，贤妻如何温柔小意化解其心头坚冰的详细章节。看来我这一身屠龙之技还是有那么点用武之地的嘛。我赶到裴衍的院子闻声阁时，他正襟危坐于书案前，背脊挺得如同一杆标枪，但身上那件月白色官袍的背部却赫然印着一个清晰无比的脚印，将上好的云锦料子都染上了尘土的颜色。太医正在小心翼翼地给他上药，他却一声不吭，薄唇紧抿成一条直线，下颌线绷得死死的，泄露了他此刻隐忍的怒火。我平退了所有丫鬟，亲自端着一碗温热的参汤，迈着小碎步走过去，轻柔地放到他手边。夫君，我将声音放得如春风拂柳，我听说了，你没事吧？他没有看我，一双深邃的眼睛依旧死死盯着面前的卷宗，声音冷得像冰窖里的寒冰。与你无关。嘴还挺硬，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缓缓绕到他的身后，看着他背上那个极其碍眼的脚印，心里竟生出一丝奇异的同情。我伸出手想帮他抚平衣袍上狼狈的褶皱。别碰我！他厉声喝道，声音里充满了被侵犯领地般的暴躁。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喝吓了一跳，手僵硬地停在半空中，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气氛瞬间尴尬到了冰点。我看到他紧握成拳的双手，手背上青筋暴起，微微颤抖。我明白了，这个男人看似冷漠如山，实则自尊心强的可怕。今日在文武百官面前被太子当众羞辱，对他这种心高气傲的人来说，恐怕比杀了他还难受。我无声地叹了口气，默默收回手，退到一旁。姨娘说过，男人在最脆弱、自尊心受创的时候，任何语言上的安慰都是苍白无力的，甚至会起到反效果。这时候，你只需要默默的陪伴和一个温暖的拥抱。拥抱就算了，我怕他会恼羞成怒，把我扔出去，但陪伴我还是可以做
到的。我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说话，也不离开。他看他的卷宗，我研究我的指甲。房间里只有他偶尔翻动书页的沙沙声和窗外微风拂过竹叶的簌簌声。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屋子里那股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似乎也随之消散了一些。他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朱笔，缓缓转头看向我，他的眼神极其复杂，有探究，有疑惑，有戒备，还有一丝我暂时看不懂的情绪。你早上是故意的。他用的不是疑问句，而是冰冷的陈述句。我眨了眨眼，立刻切换到无辜模式，茫然地看着他。夫君在说什么？云峥听不懂。他冷笑一声，那笑意却未达眼底。在我面前就不必再演了，你那点后宅妇人争风吃醋的伎俩，骗骗我母亲那种心软的还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被看穿了。这么快？你从小在你那位姨娘身边长大，耳濡目染，学的都是些什么阿杂手段，我一清二楚。他的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与鄙夷。沈尚书将你嫁给我，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我的脸瞬间唰的一下白了，血色尽退。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的出身，知道我姨娘的身份，知道我被培养的目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对我充满了鄙夷和防备。我所有的表演在他眼里都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在上演一出滑稽可笑的独角戏。一股巨大的羞耻感和愤怒涌上心头，我攥紧了拳头，修剪圆润的指甲，深深地掐进掌心，带来一阵刺痛。是你说的都对，我索性破罐子破摔，我就是姨娘养大的，我就是满肚子坏水，我就是想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博取同情。怎么了？我倔强地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眼眶不可抑制地发红，却拼命忍住，不让一滴眼泪掉下来。那是我的武器，可那又如何？裴衍，你以为你有多么清高，多么了不起？你不也一样，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为了裴家的荣耀，心甘情愿地娶了我这个你从骨子里就瞧不上的女人。我们不过是半斤八两。他被我这番话堵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精彩纷呈。我们就这么对峙着，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谁也不肯先移开视线。许久，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自嘲，一丝无奈，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奇异光彩。说得对。他看着我，一字一句的清晰地说道：我们是同一类人。他猛地站起身，一步步走到我面前，我下意识地想后退，脚下却像生了根。他却伸出手，用2根手指精准地捏住了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与他对视。沈云峥。他盯着我的眼睛，深不见底的眸色里仿佛有漩涡在转动。既然你那么会演，那么会算计，那么擅长这些旁门左道，交给我。我严重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或者是他刚才被太子那一脚踹得神志不清了。你说什么？裴衍松开我的下巴，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微乱的衣襟，那份从容淡定，仿佛刚才那个失态的人根本不是他。他施施然坐回书案前，重新拿起一份卷宗，语气平淡的像是在和我讨论今天晚膳吃什么。我说，把你那些手段，你引以为傲的后宅生存的本事都交给我。我彻底懵了，大脑直接宕机，这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操作？一个大男人，一个饱读圣贤书，前途无量的堂堂朝廷命官，居然要学后宅女人的争宠伎俩。裴大人，你脑子没被太子殿下那一脚给踹坏吧？我脱口而出，忘了伪装。他的脸瞬间又黑了3分，手里的卷宗被他捏得咯咯作响，似乎在极力隐忍。太子有勇无谋，不过一介莽夫不足为惧，但他身后是权倾朝野的皇后和整个王家。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被我戳中痛处的怒火，声音里透着一丝冷硬的无奈。我在朝中根基尚浅，势单力薄，与他们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我好像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这是想曲线救国，想用魔法打败魔法。可是我那些都是女人家在后院里使的阴私手段，上不得台面。我有些犹豫，这跨界也太大了，用在庄严肃穆的朝堂之上，怕是不太合适吧？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他抬眸看我，眼神锐利如鹰，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决断。你今天早上不就用得很成功吗？兵不血刃，就让我母亲对我父亲都生了怨气。我竟无言以对，看着他那张写满了求知若渴与卧薪尝胆的俊脸，我忽然觉得这事儿好像有点意思。把我毕生所学，姨娘的15年心血结晶，倾囊相授给我的冤种夫君，让他去朝堂之上争宠宫斗，这画面光是想想就觉得异常刺激。好，我一拍大腿，豪气干云，我教你。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这可是独门绝技，学费怎么算？裴衍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整个裴府的后院都归你一人管辖，钟馗交于你手，月前任你开，这个学费
够不够？成交。于是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就在一种极其诡异的氛围中，戏剧性的变成了宅斗小课堂的第一课。我特意搬了个小警墩，正儿八经的坐在他对面，清了清嗓子，拿出了当年姨娘教我时的严师派头。裴同学，我们今天先学第一课，也是所有课程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课，示弱的艺术。裴衍一脸严肃，在书案上铺开一张上好的宣纸，提笔蘸墨，竟真的准备做笔记。那副认真专注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听太傅讲授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我强忍着笑意，继续说道：示弱的核心，记住，不是真的弱，而是要让别人觉得你弱，从而对你放松警惕，心生同情，甚至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他好可怜，我要保护他，绑他不成气候，无需防备的错觉。具体应当如何操作？他抬眼问我，像个好学的学生。问得好，我赞许地打了个响指。首先是眼神的运用，要学会用眼神说话，这比千言万语都管用。看好了，我给你示范。我当场给他演示了一下。我先是缓缓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脆弱的阴影，再次抬起时，眼眶已经控制得微微泛红，眸子里水光潋滟，像是盛满了倾盆的委屈，却又倔强的不肯让它流下来，充满了破碎的美感。我看着他，不发一言，就那么哀怨又无助地看着。裴衍握着笔的手在半空中顿住了，我清晰地看到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神开始有些闪躲，竟不敢与我对视。他极不自然地轻咳一声，迅速移开视线，在纸上写下几个字：明白了。通过眼神传递情绪，营造破碎感，孺子可教也。我满意的点点头，继续我的课程。接下来是第二步，肢体语言的配合，比如在受到上位者指责时，不要急着辩解，那会显得你很有攻击性。你要先下意识地后退半步，身体微微蜷缩，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给人一种被吓到了、手足无措的无助感。我一边说，一边惟妙惟肖地表演，把自己缩成一团，肩膀还瑟瑟发抖。裴衍看着我的表演，嘴角控制不住地抽了抽。然后是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台词的艺术。我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记住，千万不要直接说我没错或者不是我干的，要多用反问句和祈使句，比如难道真的是我的错吗？或者求求您不要这样对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语气要轻要颤，最好带点不易察觉的哭腔，尾音要上扬。我说完，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怎么样，都记下了吗？来，你现场演练一遍给我看看。裴衍，他看着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毛笔和宣纸，那张英俊非凡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极其一言难尽，仿佛吞了苍蝇般的表情，让他一个身高8尺、气场2米8的冷面侍郎学小姑娘撒娇卖惨，嘤嘤嘤，这画面太美，我实在不敢看。第二天，裴衍顶着一张比我还委屈的我熬夜给他画出来的憔悴妆容去上朝了。我在家坐立不安，心里七上八下的，比我自己上场还紧张。万一他学艺不精，在金銮殿上画虎不成反类犬，被人家当成疯子给插出去，那我岂不是成了祸国殃民的妖妇，千古罪人？我坐立不安的等了一整个上午，5时刚过，管家就满面红光，兴高采烈的跑来报喜，嗓门大的能掀翻屋顶。少夫人大喜啊，天大的喜事！少爷他把太子殿下给说哭了。管家扶着门框喘了口气，继续激动地说道，今天早朝，太子殿下又因为边防驻军的粮草问题刁难少爷，结果咱们少爷一句话都没辩解，就红了眼眶，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一副风吹吹就要碎了的样子。我脑中已经有画面了，这不就是我昨天教的破碎感起手式吗？然后呢？我追问。然后太子殿下说一句，少爷就抖一下，太子殿下声音再大点，少爷的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那叫一个梨花带雨，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啊！梨花带雨，管家您确定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最后龙椅上的皇上都看不下去了，当庭把太子殿下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他身为储君，毫无长兄风范，就知道欺负忠心耿耿的肱骨之臣，还罚了太子殿下3个月的俸禄，全都赏给了咱们少爷，当做精神损失费了。我目瞪口呆，手里的茶杯都忘了放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就成功了。我那套在后宅里用来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把戏，居然在朝堂之上轻而易举的就把不可一世的太子殿下给 KO 了。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太魔幻了？晚上裴衍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走路都带风，哪还有早上那副要死要活的样子？他将一个沉甸甸的锦盒放到我面前，打开一看，里面是皇上赏赐的金银珠宝，流光溢彩。这是你的学费。他看着我，那双总是冷若冰霜的眼睛里，此刻竟带着一丝奇异的亮光，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不过他话锋一转，揉了揉太阳穴，今天用力过猛，哭得有点缺氧，回来的时候差点从马上栽下来。我宅斗小课堂第2课，在裴侍郎的强烈要求下，当晚就紧急开课了。这次的课程是论如何优雅的进谗言。
信谗言，俗称打小报告，但它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我翘着二郎腿，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传道授业。核心要义有3点：一、时机要准，最好是在对方春风得意之时；二、借刀杀人，话要从别人口中说出；三、死无对证，要让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裴衍奋笔疾书，比上次还要认真，仿佛在钻研什么绝世武功秘籍。举个例子，我吐掉瓜子皮，好整以暇地说道：你想对付吏部那个总是给你使绊子的王侍郎，你不能直接跟皇上说他坏话，那样太低级了，还会显得你心胸狭窄。那该怎么做？他虚心求教，态度端正，你要反其道而行之，先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狠狠地夸一通，夸他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简直是百官的楷模，朝廷的栋梁。裴衍皱眉，不解地问：为何？你傻啊？我毫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你把他捧得越高，他将来摔下来的时候才会越惨啊！这叫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你先给他戴上一顶高的不能再高的大帽子，然后再在某个不经意的场合，无意中透露出一点小细节。我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凑到他耳边，吐气如兰。比如，你可以用一种极为惋惜的口吻跟皇上说：王大人真是太清廉了，儿臣听说他家里的酱油都快买不起了，前2天他夫人还含泪去当铺当了跟祖传的金钗呢，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太让人心疼了。裴衍的眼睛瞬间亮了，如同被点亮的星辰，借他人之口暗示其生活奢靡，用清廉的反话来衬托其贪腐的可能。高，实在是高，这还只是初级阶段。我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享受着他的崇拜。高级玩家都是杀人于无形的。接下来的半个时辰，我从如何利用舆论造势引导大众情绪，讲到如何设置语言陷阱让对手自乱阵脚，从怎样巧妙的拉踩引战坐收渔翁之利，讲到绿茶的顶级自我修养，把我压箱底的绝活全都掏了出来。裴衍听得如痴如醉，时而点头称是，时而锁眉沉思，手里的笔记就没停过，看着他求知若渴，一点就透的样子，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荒谬的错觉，我好像不是在教他宅斗，而是在培养一个祸乱朝纲的一代权臣。事实证明，裴衍是个天赋异禀的选手，他在宅斗这条康庄大道上简直是坐着火箭往前飞，其进步速度让我这个导师都叹为观止。不到1个月的光景，他就从一个只知道跟人硬碰硬讲道理摆事实的愣头青，华丽转身进化成了一个玩转朝堂的茶艺大师。今天在皇上面前批阅奏折时，不小心说漏嘴，提到某个以刚正不阿著称的言官家里居然藏着前朝的禁书，还感叹一句：想来这位大人只是纯粹欣赏文学，并无他意吧。明天又在御花园偶遇圣眷正浓的贵妃娘娘，唉声叹气地表示，某个手握兵权的将军最近手头似乎很紧，连边关士兵的冬衣都发不起了，真是忧国忧民，令人感佩。他还将我教的拉踩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太子殿下真是天纵奇才，如此复杂的账目都能一眼看懂，不像微臣愚钝不堪。看了足足3天3夜，才勉强发现里面有5万两银子的亏空，真是惭愧。三皇子殿下孝心可嘉，知道皇上近来喜欢玉石，特意寻来这块价值连城的暖玉。微臣家贫，身无长物，只能日日焚香，为皇上祈福，愿我主万岁万岁万岁。一时间，整个朝堂被他搅得鸡飞狗跳，暗流涌动。那些曾经倚老卖老、看不起他的官场老油条们，现在看见他就跟见了瘟神似的绕道走，生怕被他那张淬了毒的嘴给误伤了。而太子殿下作为他的重点关照对象和头号练手把子，几乎每天都要被气出内伤，好几次都在朝堂上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白竹眉飞色舞的给我汇报裴衍在朝堂上的光辉事迹。我们的关系也在这种诡异又和谐的教学相长的氛围中慢慢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不再睡书房了，虽然我们还是分被而眠，泾渭分明，但他总会借着请教问题、复盘今日战况的名义在我房间待到很晚。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就从朝堂上的尔虞我诈聊到了彼此讳莫如深的过往，我才知道他并非天生冷漠，他的母亲是尊贵的长公主，这份身份是荣耀也是枷锁，让他从小就活在各种严苛的规矩和审视之中。他的父亲对他期望极高，要求他事事做到最好，不能有任何差错。久而久之，他便习惯了用冰冷坚硬的面具来伪装自己，保护自己。而我也平生第一次向别人真正敞开了心扉，讲述了我和姨娘在那个逼仄的小院子里相依为命的那些日子。我讲我为了学会在冬天里哭得更楚楚可怜，梨花带雨，姨娘是如何狠下心来把我推到刺骨的雪地里罚站，直到我的眼泪和雪花一起冰冻在脸上。我讲我为了保持掌中可舞的纤细腰身，常年不敢吃一顿饱饭，闻到肉香都要偷偷咽口水。我讲我看着别的女孩在阳光下读书写字，放声欢笑，追逐风筝，而我只能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微笑的弧度。
练习眼神的流转。那天晚上，我讲着讲着，眼泪就真的掉了下来。那不是演戏，不是武器，是真的委屈，是积压了15年的心酸。裴衍一直沉默地听着，没有说话，只是眼神专注而认真。等我说完，他伸出手，动作有些笨拙的，轻轻地擦掉了我脸上的泪水。他的指腹有些粗糙，带着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蹭得我脸颊痒痒的，却也暖暖的。以后，他看着我，深沉的眸色里映着烛光，也映着我的影子，有我。那一刻，我的心跳毫无预兆的漏了一拍。裴衍在朝堂上杀疯了，所向披靡，自然也得罪了无数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被他屡次3番针对的太子和其母族，京城第一大外戚王家。起初他们只是在暗地里给裴衍使些不入流的绊子，但都被裴衍用我教的那些化骨绵掌、太极推手给一一化解了。眼看着裴衍不仅没被打倒，反而越来越受皇上器重，权势日盛，他们终于坐不住了。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的秋千上赏花，王皇后身边的贴身大宫女彩云姑姑突然来了，皮笑肉不笑地说，皇后娘娘宫里新得了上好的雨前龙井，请我进宫说说话，品品茶。我心里清楚得很，这是鸿门宴，但我不能不去。抗旨不遵的罪名我担不起。我换了身最素净的月白色衣裙，没戴任何晃眼的首饰，脸上也未施粉黛，只薄薄涂了层唇脂，力求将自己打扮成一副与世无争、毫无威胁的良家妇女模样。到了皇后的凤仪宫，我才发现这阵仗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不只是皇后，好几位宫中高位的娘娘都在，济济一堂。她们围坐在一起，端着精致的茶盏，言笑晏晏地聊着天，看我的眼神却像是在看一只已经落入陷阱待宰的羔羊。皇后娘娘让我坐到她身边，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笑得一脸和蔼可亲。早就听闻裴夫人国色天香，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难怪能将裴侍郎迷得神魂颠倒。我连忙起身，惶恐地行礼。皇后娘娘谬赞，臣妇惶恐不安。坐吧，都是自家人，不必如此多礼。她拍了拍我的手，话锋陡然一转，眼神也冷了下来。听说裴侍郎最近在朝堂之上很活跃啊。我心头一凛，正题来了。我立刻低下头，用一种怯懦的上不得台面的小家子气，小声说道，夫君他一心为国，只是性子太直，像根木头，不懂得变通，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娘娘和各位娘娘海涵。性子直，皇后冷笑一声，声音尖利起来，本宫看她是心思活络得很呢。沈云筝，你少在本宫面前装傻充愣，裴衍那些阴阳怪气、指桑骂槐的本事，是不是都是你这个狐妹子在枕边教的？我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冰凉的地砖上，浑身抖如筛糠。娘娘明鉴，臣妇冤枉啊！臣妇只是个妇道人家，大字不识几个，平日里只懂些针线女红，哪里懂得什么朝堂之事啊！我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姨娘说过，女人的眼泪是最好的武器，尤其是在一群女人面前，更能激发她们的同情心或是不屑心，从而放松警惕。果然，旁边一位向来与皇后不睦的贵妃看不下去了，柔声劝道，皇后娘娘，您看裴夫人胆子这么小，都快被您吓晕过去了，想来也不是她有这个本事和胆量。皇后看着我，眼神半信半疑，似乎也被我这副模样给迷惑了。就在这时，一个小太监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俯身在皇后耳边低语了几句。皇后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然后是暴怒的涨红。她猛地一拍桌子，上好的瓷杯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她指着我的鼻子厉声喝道，好你个沈云筝，你还敢在本宫面前演戏？来人，把这个巧言令色、蛊惑朝臣的妖妇给本宫拖下去！重重掌嘴50，我彻底懵了，这是怎么了？我的演技失效了？剧本不对啊！两个身强力壮的老嬷嬷立刻上前来，一左一右地架住了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我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只能发出无助的哭喊。就在我以为自己今天就要命丧于此的时候，一个清冷如玉石相击的声音在殿外响起，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慢着！我含泪回头一看，只见裴衍一身绯色官袍，逆着午后的阳光而来，金色的光芒为他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晕，宛如天神降临。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双总是波澜不惊的凤眼，此刻却冷得能冻死人。他径直走到我面前，将我从嬷嬷手中解救出来，把我护在他身后，然后才对着上手的皇后不卑不亢地行了一礼，微臣参见皇后娘娘，不知臣的夫人究竟所犯何罪，要受此重罚？皇后看到裴衍，先是一愣，随即怒火更盛，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你还敢问本宫？裴衍，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他抓起案上的一封信函，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摔在裴衍脚下。你自己好好看看，你暗中指使御史台的言官弹劾我哥哥罗织罪名，说他贪赃枉法，害得他被皇上当庭革职，下旨查办。你安的是什么心？裴衍弯腰，从容地捡起那封信，连看都没看一眼，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它撕得粉碎。王大人贪墨君享，罪有应得，与人无尤。他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响。你，皇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你们夫妻俩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个在朝堂上兴风作浪，一个在后宫里搬弄是非，真是天生一对的奸佞。今天本宫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体统。他一声令下，殿外的侍卫立刻如潮水般涌了进来，手持兵刃将我们团团围住。我紧张地抓住裴衍的袖子，手心全是冷汗，他却反手握住我的手，宽大的手掌温暖而干燥，像一座坚固的堡垒，给了我一股安定的力量。他侧过头，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低声对我说：“别怕。”然后他转过身，独自一人直面盛怒的皇后和明晃晃的刀剑，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就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刻，殿外传来一声悠长而尖锐的通报：皇上驾到！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气焰嚣张的皇后。皇上怎么会来凤仪宫？只见皇上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脸色阴沉，身后还亦步亦趋地跟着一脸焦急的太子。皇上一进门，看到殿内剑拔弩张的情形，脸色立刻沉得能滴出水来。皇后，你这是在做什么？想造反吗？皇后看到皇上，气焰顿时消了一大半，但还是不甘心地哭着告状：陛下，您要为臣妾做主啊！裴衍他构陷我兄长，如今还带着他这个妖妇大闹臣妾的凤仪宫。太子也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帮腔。父皇裴侍郎行事乖张，手段阴狠，在朝中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实在不配为我大周的臣子。我心里一阵绝望，如坠冰窟。完了，这下人证物证俱在，我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裴衍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松开我的手，上前一步，对着皇上深深一揖，长跪于地：陛下，臣有罪。我愣住了，他怎么就认罪了？皇上也皱起了眉头，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解：裴爱卿，你有何罪？裴衍缓缓抬起头，那双清冷的凤眼瞬间就红了，他哽咽着，声音里带着无限的委屈、自责与悲怆。臣不该为了替陛下分忧，整顿吏治，就得罪了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臣不该为了查清王大人的贪腐案，就废寝忘食，熬了数个通宵，以至于心力交瘁，连累的我夫人也为我担惊受怕。臣更不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臣出身寒微，全凭陛下一手提拔，才有今日。臣一心只想为陛下、为大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想到今日竟落得如此下场。他越说越激动，情绪层层递进，说到最后竟脸色一白，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红的血，然后他高大的身体猛地一晃，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裴衍，我失声尖叫，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抱住他。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惨烈至极的一幕给惊呆了。我抱着怀里昏迷不醒的裴衍，感受着他落在我手背上那滚烫又带着一丝甜腻的枸杞汁的温度，一时间心情复杂到了极点。好家伙，我教他演戏，他直接给我来个现场版升级特效，吐血碰瓷。这哥们儿是把我教给他的技能点全都加在了苦肉计。这个大招上了吗？皇上当场就炸了，他一个箭步冲下来，指着目瞪口呆的太子和皇后，龙颜大怒，破口大骂：你们看看，你们都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好儿子，这就是你们的好兄长，朕的股肱之臣，国之栋梁，国之利刃，就这么被你们给逼得当场吐血，你们的心是肉长的吗？啊！皇帝一边雷霆震怒的咆哮，一边焦急地大喊着传太医，整个凤仪宫乱成了一锅粥。太子和皇后被这惊天反转吓得魂飞魄散，百口莫辩，只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脸都吓白了。最后皇上余怒未消，下令将皇后禁足凤仪宫，闭门思过，没有他的旨意，不许踏出宫门半步。太子则被罚去皇陵，为先祖守灵3个月，反省己过。至于已经下狱的王大人，皇上表示证据确凿，罪加一等，必须严查到底，绝不姑息。一场惊心动魄，差点让我小命不保的宫斗大戏，就以裴衍的一跪一吐完美收场。回府的马车上，刚才还人事不省的裴衍悠悠转醒，他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用袖子擦了擦嘴，然后一脸期待地问我：夫人，我刚才的表演可还到位？情绪的爆发与收敛是否恰到好处？我看着他嘴角残留的可疑的红色血迹，又瞟了眼他藏在袖子里那个装着枸杞糖浆的小药包，半天没说出话来。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东西？今早上朝前。他若无其事地坐起身，掸了掸官袍上的灰。我想着今天太子回宫，皇后必然会发难，这必定是一场硬仗，须得有备无患。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我以前真是小瞧他了。什么冷面侍郎，什么正直君子，这男人骨子里分明就是个天赋异禀、心黑手狠的影帝级别的老狐狸。不过他擦干净嘴角的枸杞汁，忽然凑近我，压低了声音，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低声问我刚刚吐血的样子是不是特别有破碎感。我看着他那双写满了快夸我的眼睛，那副求表扬的小狗模样，实在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马车里的紧张气氛瞬间烟消云散。马车回到裴府，我尽职尽责地扶着身受重伤、元气大损的裴衍下了车。刚一进门，就看到姨娘正满脸焦急地等在院子里，想来是听到了风声。她一看到我们，立刻提着裙子冲了上来，拉着我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云峥，我的心肝，你没事吧？我听说皇后娘娘为难你了。我没事，姨娘，您别担心。我柔声安慰她。她的目光随即落在我身边的裴衍身上，看到他脸色苍白如纸，嘴角还带着未擦干净的血迹，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哎呦，姑爷这是怎么了？这是受了多大的罪啊？裴衍立刻戏精上身，身体一软，虚弱地靠在我身上，有气无力地开口，让姨娘见笑了，一点小伤，不碍事。姨娘看着我们夫妻俩这副同生共死、相濡以沫的模样，再看看裴衍对我那副全然依赖的样子，眼神瞬间就变了，变得意味深长。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旁，压低了声音，用一种我懂的表情悄声问我：囡囡，你跟姨娘说句实话，你是不是给姑爷下什么秘药了？我该怎么跟他解释？我不仅没给他下药，我还给他当了导师，手把手地把他从一个青铜选手一路带上了王者巅峰呢。裴衍在家里养伤的那些天，是我嫁过来之后过得最清闲也最开心的日子。他不用去上那勾心斗角的朝，我也不用去应付那些虚与委蛇的筹作。我们俩每天就在院子里晒晒太阳，下下棋，看看书。偶尔我还会心血来潮对他进行一些演技上的拔高指导，比如怎样才能在咳嗽的时候显得更虚弱，更能激发长辈的保护欲和怜惜心。再比如怎样才能在走路的时候步履蹒跚、摇摇欲坠，但又不失世家公子的风度与美感。裴衍学得不亦乐乎，并且能够迅速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公婆来看他立刻就变成一副气若游丝、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成功骗取了二老一堆名贵滋补的药材和无限的关爱。府里的下人来送汤药，他能把一碗苦涩的汤药喝出18种不同的情绪层次，从隐忍的坚毅到无声的脆弱，看得来送药的小丫鬟们一个个眼圈通红，心疼不已。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精湛的演技，深刻的怀疑他是不是打算从此转行，不去朝堂，改去梨园当个角儿了。那天午后阳光正好，我们俩坐在葡萄架下，我靠在他的躺椅边，捧着一本书给他念。念着念着，我抬头看他，发现他根本没在听书，而是一直在看着我。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盛满了温柔的笑意，像一汪暖春的湖水，能把人溺毙其中。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红透了，心跳也乱了节拍。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花吗？他轻声笑了笑，伸出手将我的一缕被风吹乱的碎发温柔地别到我的耳后。云峥，他轻声说，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真诚。谢谢你。我知道他谢的是什么，是谢我教他那些不入流的手段，帮他在豺狼环刺的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也是谢我在他最艰难、最孤立无援的时候，选择站在他身边，与他共进退。我摇了摇头，有些不好意思，小声说：“我们是夫妻吗？”他握住我的手，放到唇边，印下一个轻柔的吻。是啊，我们是夫妻。那一刻，阳光透过葡萄叶的缝隙，化作斑驳的光点，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安谧。我忽然觉得，当正妻好像也挺不错的。3个月后，太子从皇陵回来，整个人褪去了昔日的浮躁与张扬，变得沉稳内敛了不少。见了裴衍，也会客客气气地躬身叫一声裴侍郎。王家彻底倒台，裴衍则因为查案有功，连升3级，入主中书，成了皇上身边最信任的左膀右臂。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小觑这位看似温文尔雅，实则一肚子坏水的裴大人。而我作为裴府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每天的生活就是收收租、看看账，偶尔听听我那已经出师的夫君今天又用我教的哪一招把朝堂上的哪个政敌给气哭了。生活简直不要太惬意。又过了1年，姨娘来看我，看到我气色红润，眉眼间带着一丝为人妇的幸福与妩媚，而裴衍对我更是呵护备至，嘘寒问暖。他终于彻底放下了心。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感慨万千：囡囡啊，
姨娘教了你一辈子怎么去讨好男人，怎么去争宠，没想到你什么都没做，就轻轻松松赢了所有。我笑了笑，扶着他没有说话。我怎么会什么都没做呢？我只是换了一个更广阔的战场，换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将我的专业技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致而已。毕竟不管是方寸之间的后宅，还是波诡云谲的朝堂，争的斗的无非都是人心，而我恰好是这方面的顶级专家。